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秋很爱吃。今天我们要来做葡萄干小茶饼。在这个圣诞将至的节日氛围当中，如果有好朋友来串门的话呢，吃上一口茶饼，喝上一杯红茶或者是咖啡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气氛呢。好喝。视频当中所用的精确的配料呢，除了打在屏幕上之外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当中。如果你用的是电脑呢，直接点击 Show More； 如果你用的是手机呢，就可以点击视频右下方的一个往下的小箭头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精确的配料了。咱们赶快来看怎么做吧。首先我们来泡半杯葡萄干，把葡萄干放在一个小容器当中，然后加一些水，这样它就会泡得比较柔软，比较圆滚滚的一些。好，泡完的葡萄干我们放在一边待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干配料，2杯中筋面粉，加1小勺的食盐，再加4小勺的 baking powder 泡打粉，另外加入1/3杯的糖，然后我们把它搅拌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制作茶饼，任何 biscuits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了，就是要把黄油分割成非常小的小块，混合在你的干配料当中。传统上呢，这个步骤会需要到一个工具叫 pastry cutter，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这个工具可能就在其他地方没怎么用得上，所以今天呢，给大家一个小窍门。你可以用你的 cheese grater 把它转到孔洞最大的那一边，然后把你冻得比较硬的黄油这样子擦成丝。一边擦呢，一边检查一下它会不会都结块结在一起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就用手把它搓开。用这个方法呢，你完全可以达到跟 pastry cutter 一样的效果，就是黄油本身保持自己的小块。这个结构呢，是制作茶饼、比斯吉 biscuit、scone 等等类似的点心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的黄油不能完全充分的去混合到这个面粉当中，它就会失去它这个酥松的口感。你一定要让它保留这个小块，然后在烘烤的过程当中，它就会自己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口袋，这样你的茶饼吃起来就会有很正宗的口味了。接下来加入3/4杯的牛奶，给它混合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沥干了水的葡萄干，稍微混合一下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过度的混合，一旦面粉起筋呢，你的茶饼就不酥了。在案板上倒上量比较足的干粉，也就是面粉哈。为什么要倒比较多的干粉呢？因为这个面团会非常的湿软，而且非常的混乱，毫无章法。再加上我们一会儿会用 biscuit cutter 或者是茶杯去摁出这个茶饼的形状，如果你没有垫足够的干粉的话呢，你的茶饼就会粘在案板上。把它大致的团成一个球，然后呢，把它压成一个1厘米左右厚薄的这么一个厚度。其他的博主可能会把它压得更厚一点啊，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个子小巧一些的茶饼，所以呢，我就会把它相应的压得比较薄一些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厚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压制茶饼了。其实用普通的茶杯就可以了，看你想要做成多大的茶饼。我用的是香槟杯，我觉得这个大小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。
压好的茶饼呢，就把它放在一张铺了烘焙纸的 baking sheet 上面。当你这个大的面团差不多都压完了茶饼以后，这剩下的料怎么办呢？不要着急，我们把它用这样子对折的方法折到一起。记住，一定要用对折，而不是揉成一个团的方法。当你去这样子折它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中间分层的结构。但是如果你是把它随手团成一个球的话，你一会儿摁出来的茶饼，在它烤的时候就会往各个方向去膨胀，而不是形成一个分层的结构，然后按照一个圆柱体的方向去膨胀。好，同样的步骤，把它摁出茶饼，然后继续的对折，重复刚才的步骤。直到呢，你感觉这个剩余的料摁不出任何的茶饼，只能用手做出一个形状，这就是最后一个茶饼了。我的女儿告诉我，她想要一个爱心的形状。老母亲殚精竭力地满足她的愿望呀。像爱心了吗？差不多就这样吧，我尽力了。好，所有的茶饼都准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送入烤箱。还没我们就还没有送入烤箱啊。我们要先把它表面刷上一个蛋液，这样它烤完以后就会亮晶晶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刷完蛋液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茶饼送入烤箱，400华氏度烤12到15分钟左右，还是按照你家烤箱的脾气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呢，我会建议你设一个8到10分钟，然后在旁边观察一下它这个焦黄的情况。烤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它的上表皮是金黄而且非常光亮的。它的切面呢，你可以感受到它分层的结构。这个香槟杯大小做的茶饼呢，就会看起来非常的精致，非常有点心的感觉。来，我们拿一个，把它从中间分开看一看内部分层的结构。趁它还微微有些热的时候，我们给它抹上黄油和草莓酱。来一口，幸福感爆棚呢。这款比斯吉呢，用到的所有的配料都是最家常、最普通的糖啊、盐啊、黄油啊、葡萄干啊，但是味道真的很不错。这道简单而不失风味的下午茶点，希望你喜欢哦。谢谢。